这边双二比啊，这边双二或者街霸比，这些大公升的震动其实是很大的，特别是双二4000转有共振，街霸是到高转的震动很大，这个车很丝滑。目前的初体验来说，我其实找不到太明显的槽点，因为像快排这些东西都可以后改的嘛。机器的底子来说，我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刹车这些也可以后改的，对，刹车还有快排都可以后加的。目前来说，暂时没有找到很明显的问题。我们再骑一小段试试看，如果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，那我们就当水一期视频，就回家睡觉，好吧？操控也是很好的，操控就很灵巧，是吧？倾倒很快。我刚刚其实在之前开始录之前，有下的一个高架桥那种匝道，有倾倒了一下，我觉得倾倒速度可能有点偏快。我回家检查胎压，因为我一直习惯是低胎压在骑的。像 V4 还有双2改大闪 ST， 我基本都是前2.0后1.0来骑的。这个车可能原厂出厂胎压打得偏高，所以倾倒会有点快。我喜欢那种倾倒快，但是倾角大一些之后，轮胎跟车架会把你给兜住那种感觉。这个车没有，这个车倒就是倒，就是感觉很快的倒下去，然后没什么安全感。回家检查胎压，我觉得跟胎压关系大一点。我刚刚一直有感觉到所以，但是其实我一直以为是臭油，但是其实不是，就是这个车，你在完全松油之后，不管你再怎么小心的开油，它都会窜一下。这有油我们再说过，我这个一个演示一下，你看我完全松油是吧？然后我再开油，它都会窜一下。你们听发动机的声音，可能我视频里看的不是很清楚，但你们听发动机的声音，就是它的节气门在完全关上的状态下，你想直接把它的柔顺的打开是很难，它基本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开一下。你们看都会这样窜一下。我得比骑公升还要小心轻柔去戳这个油门，它在完全收油之后再开油才会稍微丝滑一点。我觉得这对于低速行驶的平顺性来说是一个扣分项。对于赛道体验来说，激进驾驶来说，或许也是低分项、扣分项，因为你在入弯是吧，在弯中收油、稳住油门，要在开的时候它窜一下，其实对你出弯是很不友好的，你可能会丢后轮。但是如果像我这样油门有稳住的部分，我没有完全丢，看现在我再开油的话，它应该会丝滑一些，所以这样就会丝滑一些。那如果我这样完全松掉，然后再开，它就会窜，你能看起来很明显，2档很明显，都不用切去1档了。刹车再试一下，好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，但是这个车已经翘尾了，所以这个车 ABS 的标定应该还是有点问题的。一个反而方面能反映这个刹车确实屌，还有轮胎确实屌。第二个确实考虑的工程师，我个人认为你最好 ABS 放2个模式，就一个赛道模式，一个公路模式。这个 ABS 已经跟 V4 的赛道模式的默认状态是一样的，就是跟那个时候前轮 ABS 开的模式一样的。ABS 这个有点奇怪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如果这样骑，然后我捏，它已经到 ABS 了，但是我如果在速度接近于0的时候，我去捏刹车，我都不需要捏到底，它就翘尾。目前来看是这样子。然后整体来说，我个人认为就运行机器骑起来的运行品质很好，高转也很爆，很丝滑，操控很好，但是操控在大倾角就是倒下去的时候，可能会少一点这种安全感，但是这是可以克服的，有点像 KTM 的感觉，不像个日系车。还有就是 ABS 的问题确实存在，这个是确实存在的，我可以很确定的说，我玩了那么多车的刹车，改了那么多车，这个 ABS 的标定肯定是非常偏向于赛道而不是公路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节气门翻板归零之后再打胎的问题，就算3档都一样是窜的。我没有刻意去拧我只是你看，就不应该这样子，这还可以再调一调，就是还可以优化一点。咱们这左拐回家了，累了，也9点多了。最后以一个隧道里拉一下吧，然后给各位听到声音，咱们就回家休息。空档很难挂。
哎，这车怎么空挡会这么难挂？算了，可能是因为觉得空挡难挂，所以它这个离合器才设计的这么轻。这个车就是你低速骑起来就是很舒服，而且它的骑行三角就跟以前那些脚踏赛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骑行三角其实蛮趴的，至少比飞叉4R趴。飞叉4R原厂没有这么激进的，然后原厂也配了很多改装件，我很喜欢，像太子啊这些护工什么的都不用改了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完全对得起这个4万块的价格的，就是有些小毛病可能要改一下或者适应一下。然后刹车是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，别的就我觉得没有很明显的硬伤了。这个车我硬要挑毛病就只能挑出来这些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别的我都很满意，包括整体的骑行三角外观，可能这个地空翼我不大喜欢，应该会拆掉。别的我真的都很满意，就骑起来很轻松很自在。这个车兄弟们，上来上来。凯越450的初步体验就到这为止吧。那具体的详细测评，咱们就关注小黄的频道，好吧？应该接下来快的话1周吧，慢的话2周也有可能，因为这个车我蛮喜欢的。我想就是仔细再骑一骑，然后再给各位出具体的内容，好吧？啥把也不跑偏，确实没什么可以挑的，4万块而已。哎，今年玩摩托的小孩真好啊！以前4万块连龙6都买不到。